2026年3月，中东战火彻底失控，美军与以色列的战机无情地飞越天际，精准的导弹直指伊朗的核心军事要地。按照过去100年来的金融教科书逻辑，当大国之间的热战风险标升到最高点，避险资金应该像疯狗一样全数涌入黄金，全球金价理应冲破天，疾病再创历史新高。但我们眼前看见的现实却是无比残酷，黄金只有在开战瞬间短暂触碰5400，最后竟然在短短几天内暴跌6%，直接坠落到5085美元的深渊。散户在电脑荧幕前看呆了，也彻底崩溃。他们完全不明白为何避险神话瞬间破灭，难道这个流传千年的价值共识失效了吗？还是说这背后隐藏一个更巨大的陷阱？今天我们就来撕开华尔街的虚伪面具，潜入这场黄金暴跌背后的真实深水区，看看那些顶级资本巨鳄在会议室里面到底策划了一场多么疯狂的残酷屠杀。新闻媒体每天都在轮番播报战况升级，大众的思维被这些恐慌画面紧紧绑架，散户投资人打开看盘软体准备大捞一笔，他们脑中想的都是过去历史的经验法则，认为只要有战争发生就必须买入黄金，这是一个看似完美且牢不可破的逻辑。金融教科书也是这样教导每一代学生，但你必须明白一个极度冰冷的商业真相，所谓的教科书就是用来麻痹大众的工具，那些机构主力早就把散户的心太摸透。当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笔必胜的交易时，通常就是资本巨兽张开血盆大口的时刻。华尔街投行表面上发布各种分析报告，告诉你黄金跌破5000美元只是健康毁掉，告诉你这不过是获利了结的短期卖压，但只要你稍微动用一点底层物理思维，会发现这种说法简直是荒谬到极点。真正的超级资本在面对第3次世界大战，怎么可能会为了一点点利润就获利了结？他们在害怕的东西绝对不是短线波动，而是一股足以摧毁全球流动性的暗流。让我们把视角拉高到全球宏观的维度，中东战火的本质到底触碰了什么红线？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全球能源的大动脉。当伊朗的基础设施面临被摧毁的风险，荷姆兹海峡的运输命脉随时可能断裂，这只巨大的黑天鹅直接让国际油价狂飙，而油价狂飙就是全球通膨的超级燃料。美国联准会才刚想进入稳定的降息循环，这场战争直接把降息的美梦彻底粉碎。联准会官员看见通膨怪兽即将再次苏醒，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维持高利率的铁腕，甚至不惜释放出可能再次升息的讯号。这就是刺穿黄金避险神话的第一把利刃。你必须理解，黄金本身不产生任何利息，它是一个没有现金流的纯粹储存资产。当无风险的美国公债殖利率疯狂飙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会变得极度高昂。资本的运作逻辑从来不带任何一丝感情。如果把钱放在美元资产能无风险赚取高息，谁会想持有一块不会生蛋的发光金属？这是一场利率与通膨之间的生死绞肉机。机构的演算法程式在战火爆发的瞬间，自动判定能源危机将引爆高利率时代，于是系统毫不留情地按下黄金抛售键。散户以为自己在买入避险的保命符，其实是接下了华尔街倒出来的千吨废铁。我们再来剖析第二层更残酷的资本博弈。金融市场永远是一台疯狂的时光机器，它从来不会去反映当下正在发生的事实，而是永远在交易未来可能出现的预期。你以为战争爆发的那一天才是危机起点，但对那些掌握顶级情报的跨国财阀来说，战争的剧本早在几个星期前就写好了。当市场传出美军准备打击伊朗的风声时，聪明的热钱早就已静悄悄潜入黄金市场，他们在低位减仓并慢慢推高金价的基期。这就是为什么开战前金价会一路狂飙，当第一枚导弹真正落在伊朗土地的那一刻，所有潜在的利多预期瞬间转化为确定性。金融界有一句冷血名言叫做买在谣言，并且在事实发生的那一刻残酷的卖出。当散户看到新闻快报才急忙跳上车时，资本巨鳄早就已经设定好自动平仓程序，你买进的每样次黄金都是他们套现的筹码。这根本不是什么避险失灵的历史意外，这是一场设计完美的流动性收割盛宴。如果我们继续往下挖，探底层的商业逻辑，你会看见一个更加令人绝望的庞然大物，那就是美元霸权这台终极真空吸尘器。每当地缘政治的危机达到极限状态时，全球资金其实只有一个最核心的避风港，那不是黄金，而是流动性最强的美元。当战争的迷雾笼罩，整个中东产油重镇，欧洲与亚洲的企业会陷入极度的恐慌，他们担心供应链断裂以及贸易结算中断，因此他们会疯狂囤积美元现金来保命。这种恐慌性的美元需求直接推高美元指数，而黄金在国际市场上就是用美元来计价，这是一个非常基础但致命的跷跷板效应。当美元这个计价或币的价值变得越来越贵，黄金的绝对价格自然就会遭到严厉打压。你以为黄金在战争中跌破5000美元是暴跌，但如果用日元或是欧元来计算它的价值，它其实可能还牢牢站在历史的高峰之上。华尔街
利用强势美元的汇率幻觉制造恐慌，逼迫那些定力不足的投资者交出低价筹码。你现在一定会问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既然黄金短期看起来面临这么大的压力，为什么摩根大通、宇德意志银行这些巨头依然似要年底上看$6000的惊人目标？这就是这场资本大戏最精彩的终极推演。因为这场战争正在催化一个更庞大的变局，短线的资金确实因为利率与美元在抛售，但那些拥有无限子弹的全球各国央行正在黑暗中像饿狼一样疯狂吞噬黄金，特别是中国与那些深陷地缘博弈的国家，他们看见美国轻易动结别国资产的手段，他们看见美债不再是绝对安全的避风港，一场无声的去美元化运动正在加速狂奔。这些国家央行根本不在乎短期跌了几趴，他们在乎的是国家金融系统的生存底线。黄金正在经历一场史诗级的性质转换，它不再只是用来对抗通膨的传统避险工具，它正在变成下一个全球新货币体系的锚。华尔街刻意制造这次短线的暴跌大洗盘，其实就是在进行一次全球系统的压力测试，把不坚定的投机客从这量超级列车上赶走，好让真正的大玩家能够用更低的成本上车。当5000亿矿产宝库的版图开始发生松动，当委内瑞拉的金条暗中运抵强权的保险库，整个世界的财富分配逻辑已经彻底改变。这场短期的金价大跌只是一个残酷诱饵，它诱骗你放弃手中唯一能保命的真实资产，等到未来的某一天利率总算必须降下来，或是美国政府的绑大债务真正面临失控时，这座被压抑的黄金火山将会迎来末日喷发，到时候金价将会突破所有人的想象极限，$6000可能只是下一波牛市的起点而已。而在这场降维打击的全球资本大博弈之中，盲目跟随新闻炒作的散户注定成为祭品，只有看透底层物理逻辑的少数清醒者，才能在危机中紧紧握住新秩序的入场券。时代的巨轮正在无情地斩压过每一个角落。当你每天盯荧幕上的红色语律色数字时，你是否曾经停下来看透这背后的血肉模糊？黄金的暴跌不是避险神话的悲惨终结，而是就有金融秩序崩塌前的一声沉闷巨响。这场战争带来的连锁反应才刚拉开序幕，你准备好迎接这个疯狂的新世界了吗？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你的真实看法。你认为黄金年底会冲破$6000大关吗？还是会在这场利率绞肉机中继续沉沦？如果你不想在未来的金融风暴中被收割，立刻订阅这个频道并开启所有通知。我们下期影片继续深潜商业的残酷真相。